来了，快启动联动防御护罩！你还没有见过星斗大森林真正的核心力量，也许只有帝天知道。跟着我，你或许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另一条路？坏了！这是一次警告，人类离开极北之地。火玉号。 军团好像是日月帝国的护国之首魂导师军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爸爸，我现在就教你控冰之法。 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冰雪的基础都是水，水是万物之源，生命之源。水的力量无孔不入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冰与雪，无论形态如何不同。 它的本源都是水，只是因为温度的不同才成了冰。冰其实就是固态的水，是坚硬的水，是水之刚强。控冰之法实际上就是控制温度。当你掌控了温度的奥秘与水之特性，那么你的控冰之法就有些门道了。今天，让你先感受控冰之法的第一层——温变。 水凝结成冰，会释放大量的热能，而冰融化为水，则需要吸收大量的热。所以，当你紧贴冰的时候，并不会那么快感到冷；而冰化的时候，吸走了你身上的热量，寒冷就来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冰，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，反而令我忽略了很多冰最本源的东西。寒冷。 并不是纯粹对温度的控制，更重要的是对冰属性本身的了解。谢谢你，雪女，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希望这份明悟能在你凝聚第二魂核的时候有所帮助。 这里温度已经回升不少，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你都吸收了吧？好。任何一个万载玄冰窟的形成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惜，这处万载玄冰窟并不在我极北冰原之上。当时随着地壳运动移动到了这里。这里虽然寒冷，温度比之极北冰原却相差甚远，无法维持万载玄冰窟。现在没了万载玄冰髓和冰级神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彻底消失了。
霍师弟，秋秋，这处寒泉洞窟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我吸收里面的万载玄冰髓，实力有了很大进步，极致之冰变得更低、更纯粹了，就连我自身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这是冰极神经，也是我在这处寒泉洞窟内找到的稀有金属。秋秋，你把他们带回唐门，玄老师和二师兄一定能打造出一批性能优越的魂导器。那你呢？在你下井的这段时间，日月帝国来了一支军队，就驻扎在龙城城外。龙城背靠极北之地，背后已经没有任何日月帝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了。日月帝国这个时候派军队过来，到底图谋什么？具体还不清楚，我没敢靠得太近观察。不过，看这支军队军容十分严整，整体数量应该有2万人，并且配备了魂导师。秋秋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高空探测魂导器，数量超过了100台，看来龙城外的这支军队所谋不小。这支军队十分可疑。凤凰图案是日月帝国5大护国之首之一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哪怕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军中巡逻、侦察、斥候，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在执行着任务。这支军队果然军容严整，综合素质，恐怕可以与白虎公爵嫡系部队相媲美。没有布下防御魂导阵，也就是说，龙城只是中转站。他们的目的究竟是？抓个舌头问问，顺便测试一下这座军营的真实实力。哎，看这里！得手了。触发式警报魂导器。果然，这座军营实力不俗。在这边，我看到他了！不愧是护国之首，果然是强大的魂导师军团。学武骑兵域。虽然被发现了，但不能白来一趟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好强的大范围魂技，辐射范围足有1公里。我怎么说也是10万年魂兽，我赋予你的魂骨技能又怎么会差？敌人只有1个，你们还给他逃了？是的，团长，对方实力很强，他用覆盖面积极大的冰属性魂技摧毁了我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，之后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似乎还会精神攻击，导致我们的魂导器在瞄准过程中出了偏差，
冰属性，精神攻击。团长，我们现在……这个人的行踪诡异，用常规之法必定无法擒获。但若我们拔营起寨，或许能引他来探。哼！传令全军，拔营起寨！大供奉，23号实验品存活超过72小时了。很好，这次的实验若成，我日月帝国的勇士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备用器官了。没有继续搜查，反而匆匆启程了。精神探测。按照这个行进方向，他们的目的地难道是？模拟。好，收到。钻井台。对了，既然靠近极北之地的龙城拥有冰级神经和万载玄冰锁这样的至宝，那么极北之地肯定埋藏着更多的稀有金属资源。日月帝国真正的目的是开采极北之地的矿脉，攫取资源，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你以为单靠隐匿身形就能瞒住我们的视线吗？封号斗罗，你一定奇怪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其实你不用奇怪，我知道你有能力对我们进行侦查，所以为了布置这个陷阱，本帅着实是耗费了一番功夫。在这极北之地边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温，而低温之中，热能探测魂导器就会特别的敏感。虽然你已经很小心地将自己的体温与周围环境同化，但是你却忘了，在你移动的过程中，空气气流会变化，多少还会有一点温度的改变。这是禁神手铐，能够禁锢你的魂力，戴上它，露出你的真实面目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。
好吧，我认栽了。团长，是我。障眼法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戳穿你的小把戏！到底哪个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快攻击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究极魂导师的实力！